据美国广播公司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美国海军证实，一架美国海军 F-35战斗机撞上了卡尔文森号航母甲板，最终坠海。飞行员弹射逃生，7人在此次事故中受伤。CNN 称，伤者中包括飞行员以及航母甲板上的6人，其中3人被送往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医疗机构，现在情况稳定。4名船员在卡尔文森号上接受了治疗，其中3人已经结束治疗。这是美国海军 F-35C 机队首次在海上部署任务中出现降落事故。目前，这起坠机事故正在调查中。美国海军没有提供飞机状态的细节，也没有提供更多事故的细节。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的这架 F-35C 着陆失败，最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阻拦索呢给断裂了。因为只有这种情况呢，那么断裂的阻拦索它会以这种惯性嘛打到旁边，会伤及呢舰上这些舰员。像其他的着陆失败的原因，比如说像起落架呢断裂，或者是尾钩呢放不下来等等，那它呢单纯用阻拦网呢去进行了拦截就可以了，不至于造成了舰上多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新闻网的报道用拙见小事故来描述此次事故。类似阻拦索断裂的事故并不罕见，但都逃脱不了飞行员弹射加飞机落海的规律。2003年9月11号，美国海军一架 FA-18B 大黄蜂战机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着舰时，就发生了阻拦索断裂的事故，导致飞机落海，飞行员弹射逃生，舰上多人受伤。2005年1月29号，美国海军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小鹰号上着舰时，也遭遇了相同事故，飞机落海，飞行员弹射逃生。横扫的阻拦索打到一架 SH-60F 海鹰直升机和一架 EA-6B 徘徊者电战机，并导致舰上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2016年3月18号，美国海军一架 E-2C 鹰眼预警机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降落时，也遇到了阻拦索断裂，最终飞机在极限状态下复飞成功，阻拦索则导致舰上8人受伤。这次美国海军5个航母和准航母打击群汇聚西太。据美国媒体报道，有超24架 F-35舰载机随舰部署西太。众所周知，美国航母以及2栖攻击舰核心战斗力是舰载战斗机。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9号报道称，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0多架 F-35舰载机目前正在部署于印太地区的美海军舰艇上执行任务。其中，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有美国海军第147舰载机中队的10架 F-35C 战斗机，而林肯号航母上搭载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4战斗机攻击中队的10架 F-35C 战斗机。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多架 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正在美国号2栖攻击舰上部署。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公布这艘2栖攻击舰上确切的舰载机数量，但相关照片显示，这艘2栖攻击舰上至少有5架 F-35B。报道称，这3个航空部队集中部署是迄今为止美海上力量的 F-35战机最大规模集结。早前在南海现身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是美军尼米兹级航母中最先进行 F-35上舰改装试验的，也是最早进行了 F-35与现役的 FA-18EF 战斗机混搭的试验。卡尔文森号航母是一艘资历较深的航母，但是搭载了 F-35C 战斗机后，其作战能力号称目前最强。那么4代舰载机超级大黄蜂和第5代隐身舰载机 F-35C 混搭会对航母的作战能力带来哪些提升？新旧2种舰载机混搭，美军航母战法又会有哪些变化？首先从外形上来看，与同样能够上舰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 F-35B 相比 ，F-35C 安装了更大的机翼，足比 F-35B 大了30%，可以满足低速着舰要求，同时也具有更大的航程。在武器系统方面 ，F-35C 的载弹量也比 F-35B 大1吨多，总载弹量为6到7吨。
它有2个内置弹舱分设在机身前下方两侧，每个弹舱可同时容纳一枚 AIM-120C 中距空导弹和一枚 GBU-32型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另外，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增加6个外部挂架，可挂载美军现役几乎所有种类机载武器。F-35C 跟超级大黄蜂进行对比的话 ，F-35C 在技术上全面占优，特别是隐身性能突出，航电系统更先进。比如超级大黄蜂采用的是平视显示器，而 F-35C 飞行员用的是一套量身定做的 HMDS 头盔显示系统。这一系统具备360度综合态势感知能力，飞行员可以及时全面地了解空中态势，减少观察机内显示器的次数，能更专注于空战。飞行员只要看到远处的另一架飞机，就会在面罩上显示出这架飞机的位置、身份认证等信息，并通过头盔显示选择适合的武器进行攻击。因此，自 F-35C 问世以来，美国国防部就决心将其打造为航母的核心战力。不过 ，F-35C 的产能有限，上舰磨合也时不时出现小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F-35C 主要还是与超级大黄蜂进行混搭。根据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透露的信息，美航母舰载机组合将更改为2+2+2+4机制，也就是20%的 F-35C、20%的超级大黄蜂、20%的无人机以及40%的支援保障飞机。可以推测 F-35C 和超级大黄蜂有以下几种战术：第一种是 F-35C 依靠隐身优势争夺制空权，超级大黄蜂执行打击任务；第二种是 F-35C 和超级大黄蜂同时出击 ，F-35C 可以利用其先进的传感器能力和数据共享能力，充当核心的信息节点，向其他舰艇和飞机分发情报、共享情报，特别是用美国海军分布式作战概念。第三种就是防空压制 ，F-35C 依靠自己的隐身优势，挂载空地导弹或者反辐射导弹，去打击对方的地面防空系统，这样超级大黄蜂就可以从容地进行轰炸了。不过，这些战术并非无懈可击，因为 F-35C 在隐身状态下不能携带 AIM-9X 近距格斗导弹，也没有固定安装的机炮，空战完全是靠内置的 AIM-120C 中距空导弹。如果隐身失效，超视距空战不能实施，那么 F-35C 将会陷入没有自卫能力的窘境。此外 ，F-35C 的最大速度只有1.6马赫，不适合执行紧急拦截任务。面对来袭敌机时，可能还不如超级大黄蜂靠谱。更重要的是 ，F-35C 和超级大黄蜂对于协同作战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没有预警机、电子战机、加油机的支援，两者都难以充分发挥作战能力。一些国家之所以发展超远程空导弹，目的就是通过打掉美军预警机、加油机等支援保障飞机，从而大幅削弱航母上 F-35C 和超级大黄蜂的战斗力。